我说我朋友最近比较忙，根本就1星期也碰不见一次，他也没时间关心我。然后他们就说这样的朋友要他干嘛呀？还不如找一个踏踏实实的，就是那种跟你过日子，经常的跟我提这件事儿，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的。然后同事也说，就算是处不成朋友，当一普通朋友也是不错的。而且在北京这个城市，有一北京的朋友挺好的。要是平常的关系，你能出去天天出去吃饭去吗？能吗？我们俩只出那样，送的花你接受了，对吗？难道不是吗？送那些小礼物你也接受了，那普通朋友送礼物不可以吗？你现在已经出了不正常的朋友关系了，难道不是吗？我说我俩很正常。所以说你不喜欢我了，你再谈其他的朋友可以。你觉得现在不是？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脚踩2只船，是吧？对啊，而且有嫌贫爱富的感觉，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。比如说那天我们去新世界，看到了一块手表，1万多，看了好久。那我看看也不行吗？可以。我和你要了吗？可是你跟我说起好多事儿来，你说那个男孩能给你买得起这些东西，能给足你这些东西，可我没要呀。或者说你同事已经买了这些东西，难道我不应该多想吗？我跟你说过没有，我俩只是普通朋友关系，你相信吗？我不相信，真的不信。小乙，你现在还在沧州，还是已经到北京了？一起到北京了啊。那见过他那个普通朋友吗？见过。啊，见过。而且跟他朋友打了一架了，牙掉了2颗。你没事，你跟人打架干嘛呀？就跟你女朋友吃2顿饭。不是，您可以想象，大家也可以想象，我为什么要单独找这男孩去打架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你同事给你以对象的身份来介绍的朋友。你为什么会怕他呢？就因为他跟你那个普通朋友打架是吗？是这样，上次呢，我跟我那朋友一起下了班，我没想到他会去接我去，然后我也没看见他，他也没跟我说提前。然后我同事那朋友过来说，咱一起出去吃顿饭吧，我们就出去吃饭去了。然后回家以后就问我说跟他什么关系，我就跟他解释好多遍了，说只是朋友关系。我们俩因为这件事吵完架之后，他气冲冲的拿钥匙就出去了。都半夜12点了，那边朋友来电话了，说他找人打架了。到医院之后我一看，好家伙，牙都没了，就是满嘴都是血，还跟我那说话呢。那我凭什么去找他打架？你想过吗？想过这问题吗？是因为我在乎你。那你听过我解释吗？我跟你解释过没有？我怎么没听过？这么长时间你这么不相信我吗？你完全可以不跟他出去，对吗？完全可以不接受他的小礼物。那我驳了同事的面子吗？普通朋友还送礼物呢？难道因为面子你就放弃了咱们3年的感情吗？那你们同事也给你送礼物的呀？好，我问问啊，他经常跟人打架。他还有一次，因为也是说，我们俩就是因为商量说逛街的时候买东西，结果没买合适了，我俩晚上就是一句话说不到对头。他晚上开车就出去了，结果也是半夜了，医院一女的打电话来，一护士说问我认识他吗？在医院呢，到医院看他那样，满脸都是血，现在眼睛那还有疤呢。当时为什么吵架？为什么要自己开车出去自己飙车去？因为你看到了咱们商场里边好多的鞋，好几千，我买不了，你就不用跟我说了。现在的经济实力不允许，这些你都知道。好了，我有这钱，干嘛不要买呀？上次去后海的时候，你不也跟我提了吗？这所房子有多么好看，多么好看，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在这儿买房子？那我就不能有追求吗？如果没有先前你朋友给你介绍那个对象，我不会去多疑的想什么。但是现在有了，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嫌贫爱富啊。也就是说，那天因为你不开心，所以你开车出去飙车去了，出了车祸是吧？我自己出去开车飙车去了。你怎么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？因为他在我眼里，他就是我的生命。那太可怕了。每次聊天的时候吵不起来，没一句话说错了，你就开始这事那事都出来了。砸玻璃是怎么回事呀？你跟大家说一说吧。砸谁玻璃啊？这么大还砸人玻璃啊？拿弹弓砸的？因为我特别喜欢他，特别爱他。因为3年当中呢，我们从认识一开始，你就说你砸谁的玻璃吧？砸自己家的玻璃。你有茶几上的玻璃，我就想以这种方式来博得他的同情，来挽留他。你这不是把姑娘吓跑了吗？因为我正常的手段留不住他。那你非正常的就留得住吗？最起码我自己是那么想，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他。从一开始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什么时候这样威胁过我呀？我现在是威胁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现在是挽留，可以吗？用这种方式去挽留吗？来，姑娘，我问几个问题啊。这个确实跟那个小伙子没什么事儿，是吧？没有，就是普通朋友。我们俩只是普通朋友关系。那以后还有条件更好的普通朋友要结识的话，结识吗？结识。啊？如果当好朋友的话，我一定会跟他，就是说，处朋友有什么关系吗？你怎么来界定好朋友和男女朋友的关系呢？好朋友就是像处哥们儿一样。男朋友呢？男朋友是跟我一起生活，疼我、爱我、关心我的。
啊，那他疼你爱你吗？他以前爱我，现在我不知道，他只用方式来威胁我。你怕了是吗？对。我这么做完全出于爱你，你能想想？你撞你眼睛那次，你是不是拉着我手跟我说以后不会再这样了？我相信你了，可你现在呢？不还是这样吗？因为我是干幼教这行业的，有一天就是家长打一电话，可能是晚了吧，10点多打一电话，他可能听一男的声音，然后就死追问问的说这人是谁呀？谁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呀？然后我就上一天班比较心烦，气儿也不太顺，我就说那个一朋友，然后这儿吃着水果呢，吃的挺好的呢，拿刀就自己对胳膊来一下子，我真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呢？你认为谁能接受这样的生活方式？不管任何的方式，你看我的出发点，我出发点是喜欢你，因为3年的经历我忘不了。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我找的是份送水的工作，每天都特别忙，然后晚上每天的工作量在10个小时以上，甚至到15、16个小时。回来之后呢，他每天晚上都给我做饭吃，每天天天如此啊，给我洗衣服，然后打洗脚水，天天帮我揉腿，这些东西我真的忘不了。那你为什么现在这样对我呢？我现在出于在乎你，真的出于在乎你。你在乎的是你自己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他有什么值得好在乎的？自己有男朋友，还以相亲之名去见不同的男人，这个做法合适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们听专家老师的话，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这个小哥们儿，你。力男子，心动女生，人未动，心已远。这个心为什么已经动了呢？因为到了不同的环境，见识到了不一样的生活，知道自己有可能够着更好的物质条件，甚至。但我并没有嫌弃过他呀。对，没说你嫌弃他，没说你嫌弃他，看到了，心也动了，有了心思，有了行动，这边急了。那并不是我们俩的行动。凭什么一个男人老送你礼物？怎么不送我呀？怎么不送高律师？那如果我朋友说送你个礼物，从哪儿带回来的？比如说我出差是带回来的，送你了，我总不能说我不要。那你们俩干嘛要经常吃饭呢？只是出去几次被他碰见了，并没有经常出去吃饭。这叫尺度。姑娘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这里面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企图？有什么心思？谁还不懂啊？平白无故送你礼物，接你出去吃饭，有毛病啊！所以别睁着眼睛说瞎话，没必要。心动就是心动了。我并没有心动啊。好。说说这个男生，我说了，心动的女生和无用的男子，这么说你可能不太高兴。现实，既然发生了变化，你自己又无力提供你女朋友心已经动了的诉求，你只能采取无能的办法自残。这个是最无能的办法。你有几条胳膊几颗牙呀，弟弟？
都打光了，你怎么办？你们俩现在这种状态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就像一次爆炸之后，或者一次地震之后的余震。一次强烈地震是你的恋爱，惊天动地，不断的有余震，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直到你感觉不到它。你每一次的自残只会减弱你女朋友对你的依赖之心。她第一次内疚，第二次惭愧，第三次流泪，第四次、第五次麻木了。换了我也麻木。你不就这几招吗？赵川说的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你还能怎么样？以死相逼的爱情，那不叫爱情，那叫占有欲得不到满足的无能表现。你这是典型的所谓叫自虐式的求爱。刚才我注意到你最初上台有一段表白，你是说我希望用这种自残的方式博得他的同情。实际这句话是你从头到现在说的最准确的给自己的一个定位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同情不是爱情，你不能用你自残的方式来绑架他，来要挟他。你一次一次自残等级的升级，换来了他开始同情，到目前为止是害怕。所以说我觉得千万不要把爱情、把感情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上，这种建立起来的感情是不可能长久的。作为一个有成熟心智的男人，我认为你面对挫折应该不断地完善自己，这才是追求真爱的一个不二的法则。你这种方式太愚蠢。那我再说这个小冯，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。当你真的觉得这个男人不能给你安定的家庭生活，甚至他现在这种自残的行为让你深深的有恐惧的话，你不要一次又一次的同情他、可怜他而留在他身边。有一种罪叫同情之罪，你同情了他，让他觉得我这种自残的行为得到了你的同情，得到了你的关爱，我找到了捷径，所以导致他的自残行为不断的在升级，这里面有你的错。可我现在都不敢跟他提分手，只要跟他所以说我告诉你，如果是说你真的不爱他了，或者是说你认为和他在一起我真的没有安全感、没有幸福感了，你就要勇敢的说拒绝。如果你真的和他还有一份感情的话，那么我希望他再有这种自残行为的时候，你立马闪开，离得远远的，你让他看不到他的自残能得到你的同情、可怜的回馈，给你们之间有一个空间和时间的应急期。每一次看到相同的案例的时候，不敢死，这是定律。因为在你内心当中，你非常清楚有人会拦着你，所以你吃定了。其实一个人呢，为了一个人死是很容易的，真正难的是为一个人活。一个好丈夫对待一个成了植物人的妻子，为了她好好的活下去，好好的照顾她，这很难。但如果因为一时的醋意，或者是因为自己懦弱无能，悲愤的自杀，这种自杀没有任何意义，
在他的记忆当中，无非会呈现出我尽力了，他自己选择了走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其实更多的情况之下，我认为抓不住的就是已经抓不住，而能够回忆的毕竟是美好。你不要用你的死和你的道德绑架，来每天抽打他的耳光，你没有这样的权利。老师，我能插一句话吗？你说吧。咱们节目的主题是叫保卫战，爱情保卫战，保卫，而不是分离战。对。现在几位老师给我一个直观感觉，就是劝着我们在分。我告诉你一点，记住，我们保卫爱情，不是说我们要劝和或者是劝离。有的时候保卫爱情就必须要劝离，因为这份爱情已经被污浊了，被你的死的要挟被污浊了。难道我捍卫你这样的爱情？他能跟我一起来，表明他心里边肯定还有我。他心里有你，是因为他不来你会死。他可以跑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敢这样说吗？如果你今天敢这样说，郑重的承诺一句，你说我还爱着你，我会一直为你守候，但我以后我绝对不以死相要挟，我尊重你的任何一个选择。那么接下来他的任何的选择我都尊重，我也支持你们能够在一起，当然更好。你敢这样说吗？我敢。你说，你现在就说。我以后可以不以任何的方式来要挟你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，当着各位评委老师，当着主持人的面，可以尊重你任何一个选择。OK， 接下来的环节我都支持你，但你要尊重他，你要遵守你的诺言。OK， 可以，好，真的可以。这姑娘，我觉得我挺赞同你跟她分开的。因为他那些表现让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分开，但是有一点你做的确实有瑕疵。仔细的想一想，一个陌生的男人为什么要送给你礼物？因为他喜欢你。这个男人知道你有男朋友，他喜欢你。当你的男朋友去跟他打架的时候，他没有理性的说我们俩坐起来谈一谈是一个什么事儿，他找人把你男朋友还打了。咱们就说这件事情，你做的有没有瑕疵？我们要正确的面对一些问题。如果你认识到了这种行为本身对他是有伤害的，你们俩用的方式都太伤害对方了。涂老师刚才问得很好，他会尊重你所有的选择，涵盖不分手、在一起、分手、不在一起，太多选择，你可以选择了。来，各位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真的特别喜欢。AI 是你伤心，对于他来说无足重要；你死，他倒是真怕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觉得你的父母亲应该会很难受。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我想过，老师，我真的想过。哎，你没想过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最关键就是你太偏狭了。你刚才说了一段话，对吧？涂老师让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尊重他的所有选择，是你说过的吗？是。好，两位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大家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一个声称因为爱你而要为你死的人，你是继续跟他在一起，还是离开他？如果继续在一起，选择赞成；如果离开他，选择反对。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96.88%的观众朋友是绝对不认同的。通过这个数据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来一点：对那种拿生命相要挟的人，是没有人会去爱的。
因为那个爱得太没有尊严。好了，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送给这叔叔吧，来，请回，谢谢。感谢杰里亚为你们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，订婚的套装礼盒，还是他们那句话挺好的，爱要有你才完美。掏心窝子说点话吧，两位，来一起见证他们这个浪漫的时刻吧。我愿意一生一世付出我所有的东西来爱你，但是不会再像以前那样，我会加倍努力。给你物质上，包括所有的东西，我都会尽我最大所能给你。嫁给我好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们。请回吧，祝幸福啊！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处理爱情的方式，好和不好，只有他们当事人自己知道。接下来还得给电视机前更多那种追求美的人，要提供帮助呢。来，一起进入杰里亚爱情保鲜剂。恋爱有风险，分手需谨慎。追求富足的物质生活没有错。但是富裕不等于爱情，不等于幸福，因为爱情没有标价，婚姻不能交易。我是希望像这样的打出标价的爱情以后越来越少。好，回归我们爱情的本色吧。爱情本来像水晶一样纯洁，啊哈，圣洁，是吧？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轻轻。